一个好消息啊！国家发改委官网公布，中国与阿根廷政府日前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根廷共和国政府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这意味着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延伸到了南美洲。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说一说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的意义在哪里。第一个意义，打破了传统上一带一路的地理认知。我们以前提起一带一路给人的感觉它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呢？最宏观的意义就是把世界岛连成一个整体。你看，不管是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的终点都指向哪里呢？欧洲。一带一路的覆盖范围呢，最终是把整个亚欧大陆连通，地球上最大的一块大陆。我们先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吧，先用经济合作、技术合作、互利共赢把它绑到一块儿。这样呢，世界上几百年以来海权实力的优势就会逐步消减，慢慢的陆权实力会增大。这从根本上符合中国、俄罗斯，甚至符合法国和德国的利益。只要陆权国家能通过一带一路实现更大的利益，传统上的海权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包括日本，慢慢的就会被边缘化，最终不得不向陆权国家靠拢。一带一路是能对世界格局产生深刻影响的，这是我们传统上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也可以说是一般人最大的认知范围了。现在呢，这个认知被打破了。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这意味着原来一带一路的目标可不仅仅是亚欧大陆而是整个世界。南美洲离着亚洲大陆108000里现在呢也被纳入了一带一路的范围。我们经常说吧，兔子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总会在关键的时候让你想不到。我们先说说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的好处对于阿根廷来说也算是明白过味儿来了。中国对阿根廷的支持呢，不是1年2年了。马岛的归属，中国对阿根廷是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国是阿根廷最主要的投资国，阿根廷南部有一个内斯托水电站，就是中国投资兴建的。在胡胡伊省，中国还兴建了光伏产业园。中国呢，也是阿根廷最重要的融资国。很多银行机构比如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在阿根廷呢都有业务。近期呢，阿根廷还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你说阿根廷一个南美国家怎么会加入了亚洲投资银行呢？还不是中国人大力支持吗？不过呢，阿根廷毕竟是白人国家，阿根廷90%的国民都是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人的后裔，脑子里也肯定都是老欧洲的思维要说这样的国家不应该和中国如此亲近，不管是从信仰上还是生活习惯上都和中国差得很远。按道理说阿根廷应该和欧美走得更近一点才对。虽然说阿根廷是天主教国家，但是欧洲也有很强大的天主教国家比如法国、德国的还有一半是天主教，更何况西班牙、意大利这些阿根廷人的老家呢？英美虽然是新教国家，但并不是解不开的矛盾基督教针对穆斯林的时候，欧洲连东正教的俄罗斯都能联合，毕竟人家信仰的是同一个耶稣嘛。而我们中国呢，主体上是无神论，不一样的意识形态差得很远。那阿根廷怎么抛弃了欧美，选择了中国呢？说实在话，还不是被欧美给欺负成这样了吗？与英国的关系呢就不说了82年呢还打了一仗，与美国的关系也不近要说为什么不亲近呢？其实就是被美国给逼成这个样子的。阿根廷以前那可是一个发达国家
那富得流油，怎么现在会混成一个发展中国家了呢？全是拜美国所赐啊！美元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就不再绑定黄金了，就成了信用货币，也就是说可以随便印了，印多少全看美国人心情。然后呢，借助世界货币的地位，周期性的宽松收缩，宽松收缩，就可以收割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财富。美元收割的第一仗是拿谁试刀的呢？就是阿根廷。一刀下去，阿根廷可不是腰斩呐，而是膝盖斩，一夜回到了解放前。富家翁混成了要饭的，你说阿根廷能对美国人有好印象吗？所以说呀，阿根廷现在是琢磨过味儿来了，这其实也是一个好事啊。与中国合作，挣多挣少，多少你能挣点，最起码中国不会坑你吧。其实有时候您想想呢，也是挺有意思啊。现在与中国很多关系还算不错的，都是西方国家主动送过来的。你不把人家欺负得太狠了，人家也不会跑到中国这边来。道理很简单嘛，一个亿万富翁，一个千万富翁。如果我能有选择的话，我肯定是想和亿万富翁攀上关系啊。除非亿万富翁把我欺负的不行了，我才会去找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如果不欺负人，那身边可用的人一定会比千万富翁多得多。人心向背首先是自己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作孽不可活。中俄这两个历史上有矛盾的国家，现在成了战略协作伙伴，背靠背的关系，不就是当年把人家叶利钦欺负的太狠了吗？这就引出了第二个意义。西方发达国家现在对中国是围追堵截呀，为的是什么呢？是中国的经济越来越强大吗？这是一个原因啊，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让他们失去了很多应有的利润，但是这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中国经济强大，大不了我们可以合作嘛，对吧？共同把蛋糕做大，都不少挣就行了。最重要的原因呢，就是西方的那套价值观呢，越来越唬不住了。中国没有强大之前西方的那一套价值观就是普世价值，全世界都相信欧美做什么都是对的。现在呢，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这就有了对比了。世界上不发达国家一看，你们都说跟着你们有肉吃，我们跟了你们这么多年，怎么还是穷困潦倒啊？甚至国家都搞得混乱不堪。有些国家呢不信邪，跟中国合作，怎么反而越过越好了呢？那干脆咱们也试试吧。这试的人越来越多了，对西方发达国家可不是个什么好事啊。他们那套普世价值的理论就成了皇帝的新衣了，随便一个小孩都能戳破。那他们还怎么压榨世界呢？那就只能靠武力了呗。但是现在这个世界武力也不好使啊，你不能随意动武的。最好用的就是向全世界灌输西方的价值观。现在呢，随着中国的发展，这些价值观的柱子正在一个一个的被事实击垮，马上就忽悠不成了，房子要塌了。这才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又恨又怕、围追堵截的真正原因。阿根廷加入一带一路，这就是又拆了西方价值观的一根柱子。中国是稳扎稳打，慢慢拆，不着急。一带一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西方普世价值的拆迁队。当前呢，中国和阿根廷两国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入一带一路一定会有更多的促进经贸上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的粮仓会更加的稳固。阿根廷现在70%的牛肉都是出口到中国的。阿根廷平原多，你合作种植粮食也可以。家里呢还有矿，你可以合作开采吗？更重要的是一个示范效应。阿根廷是南美洲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的，南美洲国家也不少大家都在看着呢。如果说阿根廷得到了实惠，
难道别人就会眼巴巴的看着不动心吗？说不定还有一个附带的效果啊。阿根廷是传统的足球强国，说不定可以帮帮中国男足。一带一路所起到的效果呀，往往是我们想不到的。